2017年3月14日，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，也许只是一个平凡的春日，但对于后来无数沉迷博君一笑故事的人而言，这一天却像命运悄悄按下开始键的瞬间。因为就在那一天，《天天向上》的录制现场，王一博与肖战第一次正式公开同台，而谁都没有想到，这场看似普通的相遇，会在多年之后成为无数人心中难以忘记的初见名场面。很多人后来回头再看当年的画面，都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明明只是第一次见面，可两人之间的氛围却莫名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。也许真正有缘的人，本来就会在人群中第一眼注意到彼此，尤其是在《天天向上》的舞台上，那时的两人都还非常青涩。肖战刚刚开始接触更多综艺舞台，身上还有一种干净温柔的少年气，而王一博则已经是节目固定成员，表面冷静，却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细腻情绪。有趣的是，很多粉丝后来分析时间线时发现，2017年3月13日是两人在油菜花田的初见，而3月14日则是正式公开同台互动的初遇。13初见，14初遇，这组数字也因此被很多人赋予特殊意义。尤其是1314这个数字，在中文网络语境里本就带有一生一世的浪漫含义，所以不少观众后来才会感慨，有些故事仿佛从一开始就带着命运感。而更巧合的是，3月14日恰好还是白色情人节。在很多人的理解里，这是一个由男生主动回应感情的日子。于是当这个日期与两人的第一次正式互动联系在一起后，也让无数粉丝觉得格外有宿命氛围。当然，所有这些解读本质上更多还是粉丝视角下的情绪共鸣，但不得不承认，正因为这些细节存在，才让这段故事拥有了更加浓烈的青春感。其实回头再看2017年的王一博和肖战，会发现那时候的他们与后来大火时期完全不同。他们都还没有站在娱乐圈最耀眼的位置，没有铺天盖地的热搜，也没有巨大的流量压力。那个时候的他们更像两个正在努力寻找未来方向的年轻人。所以很多观众后来才会觉得，最打动人的往往不是巅峰时期的辉煌，而是还未成名时最真实的模样。尤其是在油菜花田的画面里，一个穿着鲜艳红色外套，热烈又明亮，一个则是白色系穿搭，干净而安静。这种颜色上的反差感，在很多粉丝眼中也逐渐变成了一种特别的记忆点。有人说，红色像炽热直接的情感，而白色则更像沉稳克制的回应。或许正因为两个人性格截然不同，所以后来才会产生那种极具吸引力的互补感。而真正让无数人彻底陷进去的，其实还是《陈情令》。因为在2017年的第一次相遇之后，两人的人生轨迹开始慢慢交汇，直到2019年夏天，《陈情令》播出，一切都彻底改变了。那一年到底有多疯狂？很多经历过的人至今都忘不了。全网都在讨论魏无羡和蓝忘机，无机几乎响彻整个夏天。每一次同框，每一次采访，每一个眼神互动，都会迅速引发巨大讨论。而最神奇的是，即使过去这么多年，人们依旧能够轻易想起那个夏天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不仅仅是一部剧带来的热度，更是一种关于青春、陪伴与真诚的情绪共鸣。尤其是王一博后来那句“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天天向上”，更是让无数观众反复回忆起2017年的最初起点。因为很多时候，真正重要的关系往往并不是从轰轰烈烈开始的，而是在某个平凡日子里，一个人忽然走进了另一个人的世界。随后几年，两人都经历了巨大的成长。
肖战开始在影视剧与舞台剧领域不断突破自己，王一博则在电影、舞台、街舞以及赛车等领域持续挑战极限。他们越来越成熟，也越来越耀眼。可即便如此，很多观众最怀念的依旧还是他们初见时期的青涩模样，因为那种未经雕琢的少年感才最容易让人心动。而且随着时间流逝，大家渐渐发现，真正能留在记忆里的从来都不是热搜数据，而是那些让人产生情绪波动的瞬间，比如第一次同台时略显拘谨的互动，比如节目里偷偷观察彼此的小眼神，又或者多年后再回头时，突然发现原来很多故事早在最开始就已经埋下伏笔。所以为什么直到2026年依旧还有那么多人怀念博君一肖？因为他们承载的早已经不只是 CP 本身，而是一整个时代的青春记忆。很多人怀念的其实是那个愿意熬夜追剧，愿意因为一个互动开心很久的自己。如今再回头看，会发现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从2017年到2026年已经整整9年，9年的时间足够让娱乐圈更新无数新人，也足够让许多曾经轰轰烈烈的话题逐渐被遗忘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博君一肖这个名字依旧能够轻易唤醒很多人的情绪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白月光，它未必一定需要结果，也未必一定需要答案，可只要存在过，就足够在人心里留下无法替代的位置。尤其是在如今这个越来越现实的时代，人们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真诚。而博君一肖之所以能持续多年拥有影响力，或许正因为他们曾经让无数人相信，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会存在一种特别纯粹的默契与吸引。当然，我们依旧应该理性看待所有娱乐圈关系。视频中的很多内容更多是基于公开互动与粉丝视角进行整理分析，并不代表对艺人私人关系的事实认定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那个关于青春、陪伴与成长的夏天确实真实存在过。最后，也想把一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你：如果让你回到2019年的那个夏天，你最想重新看到的是哪一个瞬间？是《陈情令》的某段剧情，还是《天天向上》初见时那青涩又拘谨的第一次互动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属于你的回忆。感谢大家看到最后，如果喜欢这期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